秦穗妙第一次听到储物室里传来异响，是在他搬进这间房子的第3天晚上。砰一声不太大，但也不至于轻得让人疑心听错。他拉开那扇薄木板门，蒸汽拖把倒在地上，砸落了2包抽纸，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异样。秦穗妙扶起拖把，再三确定它立得稳固，关门出去。又隔几日，仍是晚上，储物室里有东西落地的闷响。开门亮灯，见2盒泡面和几卷卫生纸躺在地上。这次没看到罪魁祸首，蒸汽拖把站得好好的，扫地机器人也躺在墙角充电，没什么东西能撞到储物架。秦穗妙站在门口凝视这间窄窄的屋子，掏出手机开始在购物网站上搜索下单家用监控。他能肯定，刚才随着东西落地的闷响，还有一个男人的低呼，虽然那声音极力压制，但他确实听到了。监控还没安装好的那2天，秦穗妙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执羽毛球拍，将这间30多平米的小房子巡视一遍。他推测过谁会是那个潜入的变态，但没有收获。房子是从房东老太太手里直租的，当时秦穗妙还因为难得的绕开了无孔不入的中介，省下一笔中介费而高兴了1礼拜。老太太的儿子在国外，因为老太太说过她年龄大了，儿子又离得太远，东西坏了得秦穗妙自己找人修，修理费可以从房租里扣，担心他是不想操的。上一任租客呢，看房时秦穗妙见过他们1次，一家4口挤巴巴地站在一起，好给秦穗妙和房东腾出位置来走动看房。那时储物间就是他们大女儿的卧室，横着放下1张床后，所剩的空间已经无几。见秦穗妙在打量这个小空间，女主人还略带局促地解释，房东太太讲这本来是个壁橱，解放之前的老房子嘛，听说那时候蛮多老房子都做壁橱，但我们人多住不下，把它当卧室用，姑娘你一个人住的话，用来储物蛮好。朴实又热心的一家人。虽然秦穗妙知道人不可貌相，但她还是无法想象，在她搬进来时就换过门锁的情况下，他们还会用什么特殊的途径再潜回来。监控安装好后，查看手机监控画面成了她每天最主要的事情。然而一连7天过去，她一无所获，除了她自己，画面上再未出现任何人。这反倒叫秦穗妙更不安，不知那人是发现行踪暴露转换了目标，还是在等她放松警惕。所以第8天晚上，储物室里传来细碎声响时，终于出现了的兴奋反而压住了恐惧。他拿起扫把横卡住储物室的门把手，然后飞快地将监控往回拖。可画面上没有人。秦穗妙反复看了几遍，真的没人。他拿下扫把紧握在手中，拉开门，空无一人，东西也都躺在他们该放的地方。不对，再多看一眼，秦穗妙发现有几包消毒湿巾稍稍移了地方，像有人虽然很注意，但还是不小心碰到了。湿巾下压着一张叠好的纸，打开来看，黑色钢笔字，繁体竖排，整齐又舒展，显示出写字的人受过良好教育，写下这些字时精神正常，情绪可控。这是一个叫邓冯的人留给他的，这很抱歉打扰他，可他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几天前，他打开自己办公室的壁橱，想拿些办公物品，眼前突然漆黑一片，他好像碰到了东西。他听见有人过来开门，但门打开的一瞬间，他又回到了自己办公室的壁橱里。接下来是1周前，同样的情形发生了。他听到外面的女士在质问是谁，但他也没有机会搞清楚，就回到了自己的壁橱。所以他写了这封信随身携带，以便在再次发生这种事情时，向这间屋子的主人道个歉。信上的屁话秦穗妙一个字也不信，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的确有个陌生人进入了他的家，留下了这张纸。秦穗妙报了警，来的2名警察很负责，他们认真看了他家的监控，因为这一排旧房子没有物业，他们还找到了马路对面的商户，查看了近3天的监控，没有可疑的人走进这排房子。再往前调也没什么意义了，毕竟这个空间，就算他能5、6天不吃饭，他也不能不。警察指指储物间顿了顿，选了个他觉得稍微文雅些的词，排泄吧。可这张纸条说明的确有人进来过。秦小姐，警察看看报警记录，您从事传媒行业？是的。警察想了想，还是很审慎地将后面的话咽了回来。秦穗妙知道，他们大概怀疑他在自导自演，来给自己的社交号博流量。这样吧，下次如果有不对，你直接让我们来处理，打我这个工作手机比110转接更快。警察留下号码离开了。
秦穗妙瞪着储物间，里面堆着他囤的泡面、咖啡粉、午餐肉罐头、纸巾、洗衣液，还有商家发给他写了推广后还没来得及在二手网站上卖出去的试用商品。他相信监控，相信他及警察加起的一共6双眼真的没有人。那么纵然荒谬，他也不得不开始相信，一个叫邓逢的男人通过他办公室里的壁橱走到了他的储物间里。秦穗妙给邓逢留了字条：你的办公室在哪儿？他每天下班后都去储物间看看，字条一直留在原地，直到第4天字条不见了。又过了几日，邓逢留了地址：平江路125号。秦穗妙盯着那个地址，这里就是平江路125号。虽然越来越荒谬，但秦穗妙却越来越觉得邓逢说的是真的。他的感觉向来很准，从前他凭着这种感觉抓住过几次报道的机会。陈老师曾夸过他说，这不是感觉，而是基于知识、理性、经验和天赋做出的预判。等等，打住！秦穗妙在心里喊停，他给自己下过命令，不要再想从前，不要再想新闻报道，不要再想已死的理想。他给邓逢留言：下次你来后，请敲3下储物间的门，我们讨论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邓逢来时，他正听着陈奕迅，同时飞快地敲着键盘，滔滔不绝地输出着对一款水牙线的溢美之词。听见敲门声，他先装作浑然不觉地继续播着音乐，趁着空隙再查看一遍监控，确认的确无人从外面进来，在卡储物间门把手后才关掉音乐。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陈奕迅的声音突兀地斩断在空气中，室内一片寂静，隐隐有雨声，但秦穗妙抬头望向窗外，空气干燥，还低悬着半轮月。邓先生您好，我姓秦，秦穗妙。秦穗妙对着门板开了口：您好，秦小姐。里面的声音很平和，使这件事看起来不那么荒谬。您在哪一年的平江路125号？里面有片刻沉默，像是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民国14年，那就是1925年了。原来里面坐的是个太爷爷辈的人。秦小姐，您那边是民国多少年？公元2023年。秦穗妙回答，估摸着对方也和他一样在换算。他补充道：现在不是民国了，我跟您隔着将近100年。里面久久没有声音。秦穗妙理解，这冲击估计太大，他不知道是不是民国还是100年对他冲击更大，但不管是哪句，只能由他自己去消化。雨声更响了。秦穗妙问：邓先生，您那边是在下雨吗？是的。邓逢冷静得很快，像是已经消化了刚才的冲击。我猜想，我进到您的储物间就是和下雨有关。每一次当他拉开壁橱门迈进去，却走到一个陌生空间时，都是下雨天。第一次在一片漆黑里，他撞到了什么东西，发出咣当一声响，然后听到有人走近，拉门，有光照进来。但定睛再看，他就站在自己办公室的壁橱里了。应该就是撞到蒸汽拖板那次。我以为是我压力太大，精神恍惚。邓逢接着说下去，但后来这种情况又出现了。当发现迈进壁橱后，又是一片漆黑，刚刚看得清清楚楚的纸张、旧报纸都不见了。他知道大概不是幻觉。这次他很小心，没有随便走动，而是先小心地伸手摸向四周，摸到铁架子，上面堆着各种形状的物品，应该是间储物室。这次我听到了您的声音，在问是谁。听到您走过来开门，我还怕吓到您，但和上次一样，门一开我就回去了。所以我是不能开门的吗？邓逢提议，我们可以试试，如果我回去了，只要雨还没停，我走进壁橱，应该还能回到这里来。我们可以接着讨论其他可能。这次秦穗妙开门开得很快，猛地将门一拉到底。他想，人消失得再快也需要时间，也许他能看一眼里面到底是不是个年轻的民国太爷爷。但真的就是一瞬间，他只瞥见一抹淡青的影子。那天的邓逢在回去之后，果然又拉开壁橱，重新走了回来。他们试验了很多种可能性，比如邓逢是能离开储物间的，他甚至可以走到客厅，搬一把椅子回储物间坐下细说，只要秦穗妙躲进厕所或站在大门外面，也就是说他们两人不能碰面。这让秦穗妙心中稍安，毕竟家中有人能随意出入是件危险的事，就算对方是个主动自报家门的民国人。邓逢很明白，他主动说，今后若非不得已，我不会在下雨天走进壁橱。
秦岁妙先是大松一口气，心想邓逢如此自觉，倒不用他绞尽脑汁地想怎么将这句话说出来了。又隐隐觉得不对，什么叫不得已？既然雨天他进壁橱一定会走进他的储物间，他自己壁橱里的东西一样也拿不到，那他走进壁橱又有什么意义呢？可秦岁妙不好意思问，不然总觉得有点太过分，毕竟在1925年平江路125号还是邓逢的办公室。秦小姐，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民国怎么了？秦岁妙倒吸一口气，100年呢？况且这是怎样风云变幻的100年，他怎么跟邓逢讲得清楚？他本想说书架上有本《中国近代简史》，留给邓逢自己去看。转念一想，他哪里知道邓逢是什么人？是会根据历史记载做出人生选择的投机分子，还是会试图去改变不合他心意的历史走向？于是他只是说，邓先生，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一生会过得很无趣。邓逢沉默了片刻，说，秦小姐，您说的对，那么再会。邓逢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几个月过去，他果然再没出现。秦岁妙也渐渐不再记起这件事。这件事的确很神奇，可秦岁妙的生活里有更多琐碎的俗事待解决，比如推广文的数据商家并不满意，后台嫌弃广告太多的读者留言越来越多，而他和陈老师之间关于想法理念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其实他是没资格和陈老师有矛盾的，如果他是个合格的职场人，他甚至都不应该叫他陈老师，而该是陈总。虽然大四在省报社实习时，他的确做过秦岁妙大半年的代教老师，但现在他是他的老板，给他发薪水。秦岁妙是学新闻的，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行业已死，可秦岁妙见过他最后的辉煌。那时候街头随处都能买到各种报纸，报刊上还有深度访谈系列报道，他和同学们向往过的周刊还在散着迷人的光芒。那时候陈宇30出头，削瘦敏捷，完全没有啤酒肚的踪影。他不像有的代教老师那样将实习生视为完全的廉价劳动力，免费小时工。他认真地教秦岁妙，有时甚至近乎严苛。他带秦岁妙出现场，教他如何乔装、翻墙、佯装镇定，如何避开拦截。他慷慨地在每一篇秦岁妙哪怕只是做过一点微小贡献的文章后加上他的名字。秦岁妙仰慕他，对于师长的带着尊敬的仰慕。那年的省报没有校招，实习期结束后，秦岁妙没有留下来的机会，他四处投简历，最后在父母的帮助下去了一家离家乡不远的地级市日报社，负责报道今日领导开会，明日某部门为民排忧解难，记录那些已被布置好的现场。1年之后，他接到了陈宇的电话，他说他从省报辞了职，想自己做新媒体。秦岁妙记得他那时对未来的描述，更自由、更广阔、更真实的报道内容。你来不来？陈宇在电话那头问。来。秦岁妙没有犹豫。起初公众号的内容只做社会新闻，1年多以后，陈宇说公众号的阅读量虽然不错，但变现太差，再这样下去下个月要没饭吃了。今天有个厂家找过来想打软告，要不接了吧？没有饭吃是很严重的。秦岁妙租着一间隔断房，潮湿逼仄，但若不能每月按期交上1200块，他就会连这一块容身之地都没有。他们接了那则广告，他写初稿，陈宇修改，试图让这则广告看起来隐蔽一点。后来广告慢慢多起来，社会话题的报道倒像是为了维护读者粘性的附带。终于在某天，陈宇在花钱请了个咨询团队后，拿着分析报告对秦岁妙说，见有老读者的购买力不太行，为了公众号的发展得做内容转型。公众号自那天起开始转向，从关注社会新闻开始转向关注现代生活，教人们如何挑选一套显格调的家具，如何拿捏一位心仪的异性，当下参加哪些运动才更像一名中产。再后来，公众号的3条推送里，广告会占2条，甚至往往放在第1条，乳胶枕、冲牙器、三文鱼。这不是秦岁妙千里迢迢来这里的目标，也不是当初陈老师规划的蓝图。可这样我们挣着钱了呀。陈宇的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秦岁妙，你28了，还在吃理想主义的空气吗？确实，他们挣着钱了。秦岁妙在快要28岁时，终于搬出了隔断公寓，独租了这间老房子。可广告也要挑一挑啊，他仍在做挣扎。这家公司从前被爆出过2次食品安全问题，造成过几名小孩肝肾损伤。我记得老师你还带我做过一篇报道，
现在居然要我写他工匠精神品质保障，我真写不出来。怎么，刑满出狱人员还号召社会不要歧视呢？出过问题就不能加强品控了吗？就不兴人改错了吗？还写不出？这是你的职业，你的专业精神呢？秦孙妙想说他的职业不是替人粉饰吹牛，可他没说。陈宇说到底是前辈，也是老板，明天下午4点之前稿子必须发我。陈宇在那头气急，你知道人家出多少钱吗？就像是最后一层遮羞布也被扯下来，什么生活所迫，什么用屈服现实来浇灌理想，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都不必说了。秦孙妙有些恍惚，电话那头的陈宇和当年为了保护照片用身体护住相机从山坡上一路滚下来的陈宇是同一个人吗？他抽了一下鼻子，仰头将即将流出的眼泪憋了回去。对不起，我知道我该回避，但我那边现在不能出去。突然有人说话，秦岁妙吓了一大跳，随即听出来是邓冯。秦岁妙本就在气头上，被邓冯一下，怒气全冲着他发了出来。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不过来的吗？是的，但我那边出了迫不得已的情况。能有什么迫不得已让你擅自闯到别人家？宪兵队在抓捕我。秦岁妙噎住了，这是完全超出他认知范围的理由。为什么？我写了几篇报道。邓冯答道。1925年的平江路125号是社会报的办公地址。他是主笔，文笔锋利，内容尖锐，颇得罪了些人。只因已在报界有些影响，所以虽抓过他2次，后迫于舆论压力又放了。这次他报道财政次长的七弟依仗总长做了官，贪污敛财，惹怒2人。况且依赖次长的又何止其七弟？他这一报道，有关人等莫不自危。次长的七弟被姐夫训斥，既急又恼，便派了宪兵队来抓他。所以秦小姐不必担心，我不是作奸犯科的人。秦岁妙宽慰过许多处境糟糕的谈话对象，此时他本也试图说些什么，但最后说出来的只是电灯开关在右手边墙上，旁边架子上有瓶装水，那个纸箱子里装的是现在用不上的旧书，可以当凳子坐。他继续埋头拼凑那篇违背良知的软文，但删删减减一晚上也无所获。想来真讽刺，他的储物间里坐着一个因写报道而被抓捕的民国人，而他端坐在电脑前，绞尽脑汁地替出现过数次食品安全的厂家吹嘘良心品质。邓先生，秦岁妙写不下去了，我打算出门，你可以出来休息，沙发上躺着比坐在里边舒服多了。但邓冯说他那边的雨已停，他打算回去了。秦岁妙问他回去是否有危险，也许会，但还有许多事有待解决，我不可能一直躲在100年后。邓冯说这种情况也并非头一次，多半是气头上下令抓捕，待舆论升起，便又会为了平息而暂时放过他。他躲进来也是为了争取这个时间。你看，抓放人都是这样随意，还有什么事是讲道理的？虽看不见邓冯的脸，但秦岁妙听得出他声音中的不甘、愤怒和一点酸楚。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用壁橱过来，只是来了之后请敲3下门，告诉我一声。秦岁妙说他喜欢自言自语，喜欢唱歌，但又走调，有时候还要跟金主爸爸装孙子，特别卑微，那场景太丑，不想让人看见。邓冯困惑，金主爸爸就是广告商。那没有什么，我们报社的同事也会出去推销广告位。那不一样，那样的广告明明白白地告诉所有人，我是广告，我在吹牛。可我写的呢，假装在教人怎么生活，怎么爱护自己，但不过是鼓动人们多花一点本不必花的钱。这根本不是我来这里想写的东西。秦岁妙在心里想，但到底没有说出来。跟一个人身安全尚不能保证的人说这些苦闷，未免小题大做。邓先生，我有本书想借给你看，一会儿我放在储物间，下次下雨时你抽空来拿。秦岁妙决定将近现代史给他看。他已经相信邓冯不是投机分子，也不会随心做出试图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他将书借给他，不过是想让他知道，虽然路还很曲折漫长，但不会一直这样糟糕。他打开储物间，放下书，想了想，又摆了一张折叠椅进去。过了几日，秦岁妙进去拿东西，发现书已经被拿走了。知道他不在家时，他来过。邓冯来还书时是周末，秦岁妙正好在家，用堪忧的音准替陈奕迅伴唱。是否终生都这样顽强的等，雨季会降临赤地？忽然听到沥沥雨声，
他以为窗外下了雨，转头去看，太阳下，游客仍排队在老房子前拍照打卡。3记敲门声响，他反应过来，是邓冯那边的雨声。秦小姐，书我看完了，谢谢你。似有什么东西搁在了地上。我祖母留下来的茉莉开花了，我移了一小株带过来。邓冯未带什么过来，略表谢意这事，颇伤脑筋。虽然他未亲眼见过2023年的世界，只见过储物室这一语，但他已从架子上的东西、扫地机等物品看出来，现在的技术工艺早远超他所在年代，他恐怕选不出什么值得相送的。一株茉莉当然难表谢意，只是那天回家，忽见他开了一大棚，在夜色里白而香，觉得可以和秦小姐分享。秦孙庙的人生里也收过若干次花，生日、情人节、纪念日，他们更像是到了某个时间点而必须出场的道具，出现仅仅是因为应该出现。送花人挑中他们，很难说是因为合适的价格，还是花束本身，而他也很难说是真正喜欢那些花。也许这是头一次有人在看到花朵时想到能与他分享。陈宇的微信在这时弹出提示框，怀旧系列抓紧。这是陈宇最近提出要做的系列，说是怀旧，其实就是软广，写一幢历史建筑的风云变迁，最后推荐一家如今位于此处的餐厅、酒吧或是民宿。上次食品公司的广告，秦孙庙到底也没肯写，陈宇安排给了另一个年轻同事。他知道陈宇对他的不满一定升级了，只安排他一周写3篇怀旧，多少有点生气的意味在其中。所以秦孙庙决定好好写这个，虽然是软广，但认真写也能写出值得一读的东西来。资料已找得七七八八，旧报纸、老照片、方文译文已足够写出一篇可读的文章。只有一间主打还原旧日牌的餐厅找不到老照片。灵光一闪，他对邓冯说，正好我也有件事想麻烦邓先生。他将那间餐厅的地址、一台卡片机和使用图示放在书桌上，请邓冯替他拍几张1925年这幢建筑的照片。照片2日后放到储物室的架子上，秦孙庙将它用在了软文里。商家非常惊喜，店主说餐厅开业前他们曾找遍网络和当地图书馆，都没能找到这幢房子的老照片。这一次仅凭这2张旧照，他便已觉得值回所付，一激动与陈宇签下长期推广协议。客户满意，陈宇便也对秦孙庙满意，他夸他有钻劲，有探查精神，是块好材料。他很久没有这样夸过秦孙庙了，从前的秦孙庙是这份夸奖为荣耀，如今却觉得像廉价的圈套，让他耗费时间、精力、热情，在他设定的道路上努力向前，哪怕这条路离他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他一次又一次地跳进这圈套，为了陈宇对他多一分满意，他甚至让生活在需要面对宪兵队抓捕年代的邓冯去替他拍一幢房子的照片。秦孙庙很想向邓冯道一句歉，可他一直没有出现。秦孙庙有时猜测，是否他的行为让邓冯觉得2023年的人们浅薄无聊的令人发指，即便科技再发达也无法掩盖这一点。有时自我宽慰，邓冯迟迟不出现，说明他最近日子太平，没有再遇到生命危险。有时又觉得邓冯只是一场幻梦。邓冯再次出现是2个月后，他说因干旱已有灾民流离，赈灾款被克扣，灾民每人分到的救济粮只有小小一袋。他们报社想施粥，但商家囤积居奇，所筹善款竟买不到米。他想起他的储物室里有一些，想着也许可以过来请他替他们再买一些，但迟迟无语，直到今天才终于落了几滴。秦孙庙掏出手机，已是夜里11点40，虽然也有24小时的同城送，但都是便利店提供啤酒和速食，没有哪家有那么多大米。邓先生，不如今天你就在里面那张折叠椅上休息吧，我可以下单，预约明早最早一批送货。1925年的雨太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停了。邓冯一旦回到他的时代，明早不一定还能过来，他只能在这里等大米送到。如果那时1925年的雨已停，他推开门，门外就是1925年，他会站在门内将他们一袋袋地推出去，再离开这间储物室。秦孙庙担心，如果还没有运完，门已不小心合上怎么办？邓冯说会有同事在那边壁橱门口接我。秦孙庙震惊，有其他人知道你能来2023年吗？既然打算拿大家筹的善款来买大米，当然要和大家说清楚。不过秦小姐放心，我先请信得过的朋友帮忙试过，他过不来，所以你不必担心储物间会变成观光处。
没有人怀疑你，嘲笑你吗？其实秦岁妙想问的再直白一点，就没人怀疑你脑袋有毛病吗？大家一起办报，共同奔走，是性命相托的伙伴？当然不会。邓先生是学新闻的？不，我读的是机械。邓冯说，父亲和大伯年轻时去马来谋生，在那里落地生根。他本在马来长大，在香港念大学，大三暑假回来探望祖父母，读到林白水先生办的公研报，笔锋辛辣，酣畅淋漓，心生敬佩。同时他也发现故土上竟有那么多值得振臂一呼的事。后来祖母去世，全家只有他一人留在此地。与他关系最好的二姐曾回来几次，试图劝他回马来，但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原本只是自由投稿，后听说林白水先生入狱，他便决定将办报做新闻当成毕生事业来做。秦岁妙说，我读新闻时也是希望自己能替人振臂一呼。他已许久没和其他人谈起这些了。他说之前让他当凳子坐的纸箱子里装的就是以前用过的书、记过的笔记，还有在省报实习期间出现过陈宇和他名字的报纸。他不想再看到他们，像逃兵回望死去的同伴，触目惊心又无地自容。他也跟邓冯说起他的惭愧，他因为写新闻被抓捕，他却还要他替他们的广告拍照片。邓冯说这并不是大节问题，只要在需他们出现时不犹疑，也是尽责了。窗外下起了雨，他们说累了，在雨声里渐渐睡去。秦岁妙被送米的敲门声惊醒，他在不同的超市下了许多单，配送员们在门口相逢，疑惑地问，是有什么小道消息吗？没有，我有囤鸡皮。大米堆了半个客厅。秦岁妙想了想，去早餐店买了小笼汤包和瘦肉粥放在桌上。这么多袋，很得费些力气呢。我上班去了，你出来吃完再搬。晚上回家时，米已尽数搬走。邓冯在桌上留下一根金条，说他看过近代史，别的钱币肯定没有用了，想来黄金还是可以。秦岁妙将金条放回储物室，也留下一张纸条，气鼓鼓地写，我有钱得很呢。他不知道邓冯看着这张纸条笑了，他想起来避祸的那次，听到他在电话里跟人争，我是需要钱，可有的良心是要讲的吧。需要钱的秦小姐吹着牛，不肯要他的赈灾款。邓冯并未见过他，但觉得这也是可以性命相托的伙伴。他这次是过来送照片的。照片上是排队领粥的队伍，男女老少，衣衫破旧，有的眉目间露出一丝笑意，有的看不到表情，只是将脸埋进碗里，全身心的吃。邓冯还知道善款跟踪反馈呢。秦岁妙看着照片笑起来，很长时间了，他再一次觉得自己是有用的。照片中除了领粥的灾民，还有工作人员，其中有他吗？还是他在画面外拍照？秦岁妙不知道。邓冯是什么样子，他也好奇。在弄清储物间的异响后，家里的监控并没有在用，但也没有拆。如果想知道，他可以打开来看。但秦岁妙觉得这似乎不太公平，也不太礼貌。他让邓冯每次出现都敲3下提醒他，而他却通过监控查看一个不知监控为何物的人的一举一动。他的手指悬在监控连接的按钮上来回打转，终究没点下去。怀旧系列的反响比陈宇预计的要好，原定的12篇快发布完时，有新的商家来谈合作。不是每幢老房子都有值得一说的旧故事的，有的建筑虽老，但能写的无非是渲染昔日主人的生活如何奢华精致。陈老师，你知道吗？老房子这一片区域穿2条街，是江边。当时桥洞下常有饿死的人，尸身发臭也无人处理，最后谁将他们抬走？是想占据一块地方睡觉的新的流浪者。陈宇不明所以地看着他。1925年旱灾，灾民就在江边那条路上等施粥。这幢房子当时的主人开米行，不肯平价卖出1袋米。我们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期来赞美这些人的奢华上流？陈宇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问，你到底是不愿意写还是不能写？你到底想写出什么来，又能写出什么来？外面肯写的年轻人一抓一大把。上次那家食品厂的推广，我找了赵松写，他入行即写软文，结合的浑然天成，数据比你写的漂亮得多。你要是不能写，就早说。陈老师，秦岁妙一直都叫陈老师，但这次叫得分外情真意切。我之前发给您的几篇采访稿是写的不好，所以不用吗？如果是，您给我提些修改意见，我来改。陈宇沉默许久，挂了电话。秦岁妙将文章重新排版成符合邓冯阅读习惯的式样，打出来给他看，请他帮忙提些意见。
邓冯读完问：你见过他们吗？或是到过他们生活工作的场地吗？秦虽妙说没有，但他们通过电话、微信联系了很久。他本想解释什么是微信，但邓冯已经理解了，总之是不需要与人接触的方法。可记者是该去现场的，解人去人所在的地方，写事就去事情发生的地方。他说起上次替他拍老房子时用的卡片机，如果被我们社拍照的老冯看到，想不出他会多羡慕，可再方便也需要有人去拍去记录。秦孙庙请了2天年休假，连上周末，打算去一趟采访对象生活的小镇。陈宇批得很爽快，最近他已不太逼迫秦孙庙写了，也许是放过，也许是放弃。采访对象在化工厂当了3年女工，因为厂里劳动防护措施不到位，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秦孙庙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的手，看着他如何艰难才能替客人倒上一杯水，看着他的家如何因替他治病而变得凌乱空荡。那是隔着电话对着照片永远也无法体会到的感受。回来后，秦虽妙重新写了这篇采访。采访的内容早已不符合陈宇公司旗下任何一个账号的定位，把自己开了一个公众号，虽然早已不是公众号的黄金时期，但他只想把这篇文章发出来，想把他真正想写的那些文章发出来。在他28岁生日那天，那篇报道的阅读量超过了5000，这是个极其微小的数字，但他在后台收到了几十条留言，诚挚地写着他们的阅读感受。秦虽妙很快乐，他当然也有其他快乐的时刻，但快乐和快乐是不同的。他本没打算过生日，当年岁渐长，一事无成，生日便不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反而变成了对自身的残忍鞭笞。但此时他觉得应该庆祝，有他到来的世界和没有他的世界当然不一样。他出门走到街角，买了一碗面，又买了一块小蛋糕，最小的那种，但奶油堆叠也是煞有其事的隆重。最小的蛋糕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还是大，他切下一半放到储物室，留下纸条：生日蛋糕，请你吃。他也不知道邓冯还会不会来，又是何时来，但他还是想和他分享这块蛋糕，就像他想分享那株茉莉。秦虽妙不知不觉睡着了，灯没有关，音乐也还单曲循环地播着。陈奕迅第18次唱到若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也与你畅游战地时，响起了3记敲门声。他醒了，不是幻觉，是邓冯。他在门里问他是否有纱布和盘尼西林。你受伤了吗？邓冯说他只有一点轻伤，老冯伤得比较重，伤口引起了发热，相机也砸坏了。最近的药房就在100米外。秦虽妙决定自己冲出去买。夜风宜人，与邓冯和他的伙伴无关，他只能等在那里，等着如今已随处可买的阿莫西林和纱布。秦虽妙开始像个疯狂的囤积癖，他孜孜不倦地向储物间里放一切他认为对邓冯有用的东西，消炎药、酒精、保质期超长的罐头，甚至是强光电筒。他想，如果邓冯再遇到危险，可以用电筒照瞎对方的狗眼。他还往储物间里放了一叠照片，是他在街头巷尾拍的，有在阳光下反着光的大楼，有坐在巷口聊天打麻将的老人，有放学路上大笑奔跑的小学生，还有一张照片是景区熙熙攘攘的人群，右下角秦虽妙笑嘻嘻冲镜头比着剪刀手。除了那叠照片似乎被翻看过，其他东西都没有动过的痕迹，让秦虽妙怀疑邓冯是否再未出现。最后一次确定邓冯来过，是秦虽妙在储物室的纸箱上看到一双布鞋，白底黑面，下面压着一张纸，生日快乐。原来邓冯看到了，在他来找盘尼西林的那个晚上，即便他带着伤焦灼地等在这里，即便他来不及吃，但他仍看到了那块蛋糕，还有一旁的字条。虽然已过了许久，但他仍记得生日是要祝福的。但还有他不知道的是，邓冯所在的报馆因一连报道树桩诸如交通总长贪污、盐务署长将公款挪给某细菌购买军火之类的大新闻，也被视为务必除去的眼中钉。他们已数次在去报馆的路上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殴打，报馆还曾起过一场莫名其妙的火，所幸被扑灭。那天有电话打进报馆，让他们快跑，宪兵队又来了。这次不是任何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一桩必定要执行的决定。这事已经来不及，周围街巷已被围住，无人能出去。老冯说，邓冯，你能走啊？现在在下雨，你快到壁橱里去。邓冯没动，他已经知道还未发生的历史了，
他也看过纸箱里关于新闻史的书，里面记载了民国时期报人们所做的斗争所付出的牺牲。他知道林白水和邵飘萍就要死在1926年。他反复看过秦岁庙留给他的那些照片，他相信秦岁庙所处的时代之所以平和，不是因为时间的自然流逝，而是因为他们这些早不存于世的人做出过这样的牺牲。他不能借时空的某个错误从中逃出，不该由同伴去代替他该做的牺牲，人无法也不能逃避所需担负的责任。他决定迎接他的命运。秦岁庙继续住在这间房子里，从陈宇那里辞职后，房租对他来说已是个很重的负担，但他不肯退租，他仍每天打开储物间看一眼，确认邓冯没有出现。失业3个月后，秦岁庙接到另一家公司的邀约，他们看到了他发在个人号上的文章，感觉十分合拍。秦岁庙不像当初回复陈宇那样一口应承，他认真翻看了他们近半年的文章，是他努力想写的那种。他们也打广告，但坦坦白白的在文章一开始就标注出来。最后他同意了。他将书桌上的爆款文指南、营造拍照氛围的小道具统统收起来，扔进储物室，将里面那只纸箱子拖了出来。打开箱子，他看到一张照片，黑白的，7、8个人分2排站在台阶上，身后的大门旁挂着一块社会报的牌子，照片的背后对应标着名字：冯志道、赵启农、邓冯。他将照片翻过去，找到名字对应的人，他对着镜头带着一点笑，不激烈也不愤怒，一点也看不出是个文笔锋利的人。秦岁庙知道邓冯不会再出现了，如果他不再打开这只纸箱，不再走他想走的路，那么并不会发现这张照片，邓冯将是没有具体形象的影子，慢慢被冲淡。如果他打开，那么这就是在和他道别了，都是怀揣理想的人，如果可能，请记住前人。秦岁庙不知道，在迎接命运之前，邓冯还是来了一趟2023。这一次他没有按照约定敲3下门，他放下想留给秦岁庙的东西，然后轻轻拉开储物室的门。回去的那一瞬间，他瞥见了坐在桌前的影子，似乎是伏在桌上睡着了。台灯的光笼着他，房间里响着他播过很多次的那首歌。剛剛早100年一個世紀，是否終身都這樣頑強地等，雨季會降臨赤地，為何未及時地出生在1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互不相識相處在同年代中。他没同秦岁庙说過，他的母親是廣東人，他明白這支曲子所講述的故事。雨聲滂沱，是1925年的雨了。